我带你感受一下冰的世界。这就是水，有水就有生命。我对冰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。剩下的6根万载玄冰髓，你都吸收了吧？舅舅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你去史莱克城送稀有金属，我去探查龙城外这支军队的真正目标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急着走了吧。障眼法，蠢货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！蠢货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！他是假的！不好，对方实力远超于我，得想办法尽快脱身。往哪儿跑？这里可是在极北之地，岂能容你这小小的火鸡撒野？兵兵必胜！混蛋，敢对老身无礼！我见哪里杀人！快躲起来！精神逃逸，命运头部技能，灵魂暴走。精神护罩。这位团长虽然有防御魂导器护体，但实力明显不如那个封号斗罗。八角玄冰草魂骨技能，叫万象刺。不好，人设有危险，要尽快解决眼前的麻烦。射击主帅是我唯一的脱身机会。命运，灵魂出境。无敌护罩，你身上还藏着多少防御魂导器？暗星灵爪。什么？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是你！你敢！血之王，放开团长！他是94阶火风斗罗栾凤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原来是他。29说过，火凤斗罗栾凤是与星空斗罗叶雨林齐名的存在，常年担任火凤魂导师团的团长。看来橘子空降火凤魂导师团后，栾凤就退居副团长了。都让开，不然我就让他给我陪葬。住手！栾凤奶奶，不要管我！放开团长，老身可保你不死。你们没有跟我谈判的资格。我离开后，自然会放他。让开，让他走。希望阁下言而有信。对不住了，橘子。你还活着？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这些日子，你还好吗？不算好。对不起，宇浩。虽然我很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你，但看见你还活着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不要试图与我作对，好吗？橘子，我可以帮你离开日月帝国。依靠你的本领和智慧，你完全可以过上全新的生活。战争的残酷，你早就已经亲身经历过，为什么还要将它带给更多的人呢？你说的轻巧。当初星罗帝国军队杀害我父亲，
令我家破人亡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对他们的统兵将领这么说？是他们毁了我的一切，我要报仇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要报仇。谁能帮我报仇，谁就是我的恩人。徐天然是，你不是。你有你的道路，我也有我的道路。除非你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你是拦不了我的。没人能阻拦我前进的脚步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带领日月帝国大军，踏平原属斗罗大陆3国，一统天下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大陆上就再也不会有战争。我会好好的治理这个国家，让和平永存。有一句话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应该杀了你。如果是死在你的手上，我愿意。原来你就是新来的交换生。这颗牙齿怎么办？距离心脏太近了，坚持住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我有很多话想告诉你，但是我觉得告诉你也没有意义。再见，宇浩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。希望我们不会在战场相遇。当初在景阳山脉，你从银月狼王手中救过一命。如今我且放过你，将这滴鲜血偿还。从此，我们一笔勾销。今后在战场上再见，我们只会是敌人。今天之后，我会不惜一切阻止你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阻止橘子。要摧毁橘子的火凤魂导师团，必须有极北之地的力量。极北冰原雄，身材巨大，短距离奔跑速度却堪比敏攻系魂师。这时，雪地松鼠和极地短臂兽。为了在极寒环境中生存，极北之地的魂兽演化出了奇妙的共生关系。10年前，第一次进入极北之地，依靠天梦阁的惨退约翰，一路艰难前行，才达到黑线圈。而现在，早已不同往日了。雪女，
回家的感觉真好。雪女本是极北之地最纯粹的冰属性天地元力凝结而成的生灵，是天地间应运而生的生命，本身就是最纯净的元素体，是极北冰原的女儿。冰天雪女，得天独厚，一代雪帝，雪舞飘零。好一支冰天雪女舞！团长，那贼子有没有伤害你？鸾凤奶奶，我没事。马上召集所有将领，传令，所有魂导器全力运转，加快矿脉探测和开采工作，全军进入迎战状态。老身的火凤剑很久没有杀人了。他肯定还会回来的。大片的生命气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靠近。上朝。极北冰原熊，或者说是冰熊王更为合适。其修为已经远远超过了10万年魂兽的级别，几乎不弱于星斗大森林的凶兽熊君。小白，你又胖了。小白，他哪里小了？小白是雪女在统一极北冰原时捡回来的一只小冰熊，以前一直跟雪女生活在一起。现在虽然已经是一方霸主，但他还是一直将雪女当成妈妈看待。阿泰，好久不见。泰坦血魔王也听命于雪女。雪女在极北之地果然是说一不二的至高存在。我极北之地乃是一片净土。对我来说，这一生中最令我满意的事情，就是极北之地的和平。这次召集大家过来，主要有2件事。第一，我要向大家昭告，这次相见之后，我将会进入另一种层次的闭关。我也不知道最终结果会如何，特此向大家告别。很有可能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大家见面了。第二，我要确定我的继承人选。我宣布，从这一刻开始，阿泰将继承我的位置，成为极北冰原之主。你们要像尊敬我那样尊敬他，听从他的命令，助他维护极北冰原的和平。冰帝会与我一起闭关，无论成败，你都是我更适合的继承者。你要记住，就算我不在了，极北冰原也还是原来的极北冰原。你一定要善待各个族群，
秉承我的志向，只有我们极北冰原自己足够团结，才不会被外敌入侵侵扰。所有冰原的子民们，你们记住，我的离去并不代表死亡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永远守护着你们。任何违背极北冰原规矩的存在，都将是我的敌人。任何违背极北冰原规矩的存在，都将是我的敌人。妈妈，那我呢？小白，你是我的家人，以后就一直跟着我吧。我能感觉到，你距离瓶颈已经不远。这次的瓶颈凶险异常，你突破的几率不足30%。跟着我，你或许有另一条路可以走。另一条路，一条成神之路。冰是水之坚硬，柔和的水滋润万物，是生命之源。但冰却可以令生命完结。天梦，我感觉雪女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。她本是天地间孕育的生灵，是超脱人与魂兽概念的存在，而现在她似乎多了一丝感性。他与宇浩的融合，比我们2个更深。要知道，伊老可是比肩神奇的存在。他燃烧神石，促成雪女与宇浩融合，让二者血脉相连。这是我们所没有的。也许从心底里，雪女就是将宇浩看作爸爸的吧。水和冰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不只是温度的变化，更是生与死之间的转变。绝对零度是运动的极限，生命的终点。冰水转化亦是生死的轮回。谢谢你，雪女。终于领悟到了控冰之法的真谛。恭喜你，爸爸。想不到极致之冰的真谛，竟与亡灵魔法殊途同归。我们该出发了吗？团长、副团长，目前已探明总计12条矿脉，矿脉纵横交错，储量各不相同，但无一例外都是品质相当高的稀有金属。其中有2条矿脉出产的稀有金属更是特别珍惜的品种。很好，继续挖掘，不惜一定程度的浪费，要用最快速度将这些矿脉全部开采一空。是。半个月了，营地附近平静的有些奇怪。难道他已经离开？还是……暴风雪预警！快！快啊！全师小心，这场暴风雪不太对劲。受潮，是他。
火力，攻击天空，不要管地面的敌人，向空中攻击，全力破坏他们的防御护罩。休想得逞！9级远程魂导器，凤翼天翔，听从彗星雨。屏蔽帝皇先帝七魂技，武魂真身。玄女2次点破后，我的极致之兵有了质的升华。小贼敢尔！全军听令，集火！这极寒之地大大限制了火凤技的威力。8角玄冰右腿骨技能，8角万象刺。第5魂技，九天神火。回我9级魂导器，第6魂技烈焰羽翼，我要你们赔葬！我的极致之兵不是你的半吊子火焰能够抗衡的。阴皇之怒！这是一次警告，人类离开极北之地，这里不是应该来的地方。下一次，我们将不会手下留情，一切生命
都将被冰雪同化。团长，团长你在哪里？蓝凤奶奶，这是我执掌火凤凰魂导师团以来第一次彻底的大败。团长，军队死伤无数，魂导武器尽毁，辛苦开采的稀有金属也都被一扫而空。但我绝不会放过这场突袭的幕后黑手霍雨浩。你够狠！别再落到我手里！好一场大胜，爽！那个人类女性的武器真的厉害。我都做了准备，还受了伤。这就是外公你说过的魂导器吗？有话好好说，能不能别叫我外公？妈妈叫你爸爸，你不就是我外公吗？外公，外公，外公！怕了你了。原本我还不相信人类能够研究出什么对付我们的武器，看来我真的是井底之蛙了。人类竟然已是如此强大。这只是一支先遣队，日月帝国真正的底蕴还远远没有亮出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在突袭之后给他们个教训就撤离的原因。正面对抗，我们会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这次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请您代我向雪帝问好。阿泰，他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极北冰原之主。雪女，极北之地的魂兽比之星斗大森林更为团结，核心力量甚至不逊于星斗大森林的五大凶兽，难怪你能在极北冰原建立一方乐土。你还没有见过星斗大森林真正的核心力量。难道上次发动兽潮的五大凶兽，还不是他们的核心力量吗？你对兽神帝天的认识还远远不够。他不只是统御着星斗大森林，本身更是我们魂兽共主的代言人。如果他真的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对付你们人类，那就不是一个星斗大森林暴动了，我们极北冰原也要接受他的调遣。到了那时候，就是玉石俱焚的局面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帝天是你们魂兽共主的代言人？魂兽共主是谁？只有我、帝天、邪帝这种生命悠长的存在才知道共主的存在。我们魂兽共主本来就是神，龙神。龙神？他还活着？龙神是最早诞生的魂兽，在神界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神位，并育有9子。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龙神陨落。陨落后，龙神分裂为金龙王与银龙王2条龙，二者各擅胜场，却都无比强大，纵横于斗罗大陆之上，共同统御着我们魂兽世界。后来，斗罗大陆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劫难，在这场劫难中，整个龙族共同对抗劫难，最终几乎全都死在了那场大劫之中。帝天就是大劫之后硕果仅存的强大龙族，所以我会说他是魂兽共主的代言人。金龙王和银龙王还存活着吗？也许只有帝天知道。妈妈，外公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和你说的那个史莱克学院吗？原路返回只会跑进日月帝国的埋伏圈，所以我们要横贯极北之地，先前往天斗城，然后绕道返回史莱克学院。天斗城，他们的发源地，在那里可能会遇见一位故人。
好爽，好爽，真是太爽了！外公，我不想走了，这里真是太舒服了。你要是常住下来，还不把这里的仙品药草吃光了？不能吃吧？它们闻起来好香。我有更好的。我在神秘水。快走吧。外公对我真好。悠悠，后会有期了。下次别带他来了，太可怕了！秋秋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我们开采了大量的冰级神晶，但开采期间，日月帝国突然来了一支军队，驻扎在龙城外。宇浩让我先将这个带回，自己去探查龙城外的那支军队了。在龙城这个苦寒之地投入大量的人力，日月帝国一定有什么图谋，但这不是他以身犯险的理由。秋秋，你先把冰结神经送到轩老师那里，我去把宇浩带回来。我去吧。梧桐，正好有一些事情，我想找霍宇浩确认。好，秋秋，你把龙城的具体位置跟梧桐说一下。以霍宇浩的头脑，肯定是不会原路返回的。他此刻应该在。天斗城，曾经的天魂帝国国都，现在已经完全被日月帝国控制了。他们就是在这里建立发展起来的。这里是一切的源头。小雅老师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帮你把咱们唐门的发源地夺回来的。小雅老师，你在哪里？这座皇宫内布置了大量监测用魂导器，若非命运之眼将精神探测的感知提升到最敏锐状态，我也抓不住监测魂导器露出破绽的瞬间。天斗城是天魂帝国国都，也是消亡于历史长河中的天斗帝国的首都。占领这座城市对日月帝国意义重大，留守此处的负责人应该地位尊崇，并且圣灵教也会派人进驻天斗城。小雅老师是圣灵教圣女，又是天斗城出身，按理说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冰爆术，冰爆术有瞬时和蓄力两种引爆方式，瞬时引爆的优势是猝不及防，而蓄力能够将爆炸的威力提升到最大。可以了。前面就是皇宫的中心区。命运精神探测。
连调虎离山都调不上来。也罢，多释放些精神力气息出来吧。顺着他的精神气息找，他跑不了。来了，一个魂斗罗，一个封号斗罗。这个魂斗罗是精神系的，他比封号斗罗的威胁更大。高爆魂导炸弹，激活！我的猎物，你去哪儿啊？混蛋，他跑了。可惜他遇到了我。我闻到你的气息了，追！追他！大喊无旋！接着跑啊！这是要垂死挣扎了吗？第六魂技，幽海猎魂爪！三香狼猿魂骨技能，瞬移，居然还会瞬移！脚下是什么？怎么有一股寒意？救我！不好！想跑已经迟了。冰宝术！我的腿！水眼长老。你俩不要靠近！这爆炸让我想起了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。天斗城是万年古城，战略要地。红尘堂主，你我承蒙陛下器重，担任着天斗城正副城主。如今遭到偷袭，这责任我们可都担待不起呀！竟敢当面向老夫施压，这圣灵教是越来越嚣张了。温度骤降好多，这血有问题。红尘堂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明德堂可没有这种大范围急剧降温的魂导器，我亲自去看看。调虎离山成了。刚刚放开精神探测扫描皇宫，发现宫内只有3名封号斗罗，已经全部被调出，唯独的1名精神系魂斗罗也在刚才被击杀，可以继续深入皇宫内部寻找萧雅老师。小白的修为相当于96至97级超级斗罗，单独面对惊鸿尘，全身而退不成问题。我可以放心潜入皇宫了。好冷啊！这种程度的降温，至少也是封号斗罗的手笔。我们真的要掺和进去吗？少废话！精神探测扫描了整个皇宫，都没有萧雅老师的身影，看来必须要抓个舌头，精神干扰。你是什么人？敢挡我的路？魂圣，那正好。休想逃！
真身。这是哪里？我的头好痛啊！蛇都抓到了，赶紧撤！不好！没想到会是你！如果不是溪水告诉我你的存在，真是难以相信。这么短短几年时间，你竟然已经成长到如此程度了。我也没想到，在这里竟然能见到您，龙前辈。凝聚第一魂核后，我才真正感受到了龙逍遥的强大。他的出现，已经断绝了我一切可能逃跑的路线。年轻人，上次你我之间的赌约，我还记得很清楚。那次你就给了我一些惊喜，此刻的你，带给我的惊喜却更多。你已经是魂圣了，而且距离魂斗罗已经不远。穆兄真是收了个好弟子啊！请不要提我的老师，如果老师还在，一定会羞于与你为伍。老一辈的事情，你们年轻人不清楚的。哼，我是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你助纣为虐，圣灵教若无你的存在，会如此肆无忌惮吗？如果日月帝国统一了大陆，恐怕全人类都要成为圣灵教的奴隶。这就是你想要看到的吗？你以为邪魂师天生就是邪恶的吗？每一位邪魂师几乎都是可怜之人，他们都不知道受过多少苦难，这才造成了性格上的偏激。可怜？别人我不知道，就说死神斗罗叶溪水吧，明斗山脉一招死神塔，就引千万军民瞬间殒命，这可是我亲眼所见。死神塔不仅杀人无数，更以上万灵魂滋养。他根本就是人间魔王！我早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为了溪水，我愿意做任何事，譬如杀了你。你别过来！溪水，你受伤了。与你无关。来人！快把祭品给我带上来！是谁？
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禀太上教主，祭品带到。还不够，该你们为本座效忠了。这片大陆应该没有别的极限斗罗了，究竟是谁能伤你？还能有谁？当然是你至交好友的宝贝徒弟了。霍雨浩，他现在顶多魂圣实力，怎可能打伤你？就凭他，当然无力与我作斗。这等机遇，此子不除，将来必成圣灵教心腹大患。溪水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母兄早已西去，你何必为难一个小辈？更何况，当初是我。龙逍遥，这是你欠我的。逍遥，我只有你了。我答应你，完成钟离老鬼的心愿后，你我就离开圣灵教，再也不掺和这混乱的世道了。太上教主，凤灵求见。进来。启禀太上教主，大供奉。火凤圣女刚刚突破封号斗罗瓶颈。好，很好。她的第9魂环，老身亲自为她猎取。老身看看火凤圣女的凤凰邪火修炼到何种地步了。霍雨浩，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有心结，或许我还有逃生的可能，至少我还有兽神帝天的逆鳞在。你是在指望着兽神帝天的力量保护你吗？我感受不到逆鳞的联系了。帝天的本体是金眼黑龙王，我的武魂是黑暗圣龙，二者是同宗，我自然有的是隔绝他的手段。对付晚辈区区一个魂圣，却是做得如此周密，前辈倒是谨慎。溪水早就告诉过我你的情况，我不会重蹈覆辙。看了有一会儿了，出来吧。小姑娘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为什么我就不能在这里？他藏在旁边，不止一次想要对我出手，只不过一直找不到机会而已。走吧。
我们换个地方，这里太吵了。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？活下来再告诉我答案吧。发现黑暗圣龙之后，你为什么不跑？既然来了，我就不会逃跑。我答应了贝贝大师兄，要带你回去。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这是我要说的。瞬息千里，这是空间之力，不愧是极限斗罗。怎么，怕了？怕？有什么可怕的？你无非就是比我们多活了几年而已。如果我们是在同时代，谁怕谁还不一定呢。好，说得对。如果是在同时代，我恐怕真的未必能够稳胜你们。你们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天才，不过我也是当年的天才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仿佛200年近在眼前呢。他要杀我们，刚才在皇宫就能得手，何必费心带我们到这里来？来吧，你们2个一起上，让我看看你们这些天才的年轻人究竟能够发挥出怎样的战斗力。尽全力一拼吧，你们没有任何逃走的可能。战士战死在战场上，也算死得其所。有趣，这小子吃定了我身为长辈不会率先攻击，居然毫无顾忌的蓄力。武魂真身，修罗之瞳。好奇异的魂环配置，玫瑰金，从未见过的魂环颜色。这个魂环让人感受到气运的环绕，这与白色魂环有关。这小子精神力的强度已经达到了封号斗罗的层次，而且比一般封号斗罗更为凝神。金龙神枪！命运审判。没有魂力波动，也不是精神波动。你们的表现很不错，但该结束了。毫发无损，这才是极限斗罗的真正底蕴吗？龙影垂天，散开！
击。走。首先用灵魂剥夺和命运之伤，降低对方的物理防御和精神防御，再以修罗之瞳爆发最强灵魂冲击。龙逍遥果然选择以精神力对抗，继而在精神力对撞的瞬间，发动三生狼元魂舞的瞬移技能，以肉身硬接龙逍遥的精神攻击。命运头骨可以在1天内免疫3次精神攻击。龙逍遥却实打实的挨了一记最强状态的灵魂冲击，饶是他极限斗罗，也会有一瞬间的迟滞。就这一瞬间的时间差，让我有了逃出升天的机会。快！都对了。只差一点，你真的只差一点点而已。现在，我必须要承认，你比我年轻的时候更有天分，几乎在我手上成功逃遁了。可终究，我也没能离开，不是吗？应该是我们，但我们还没有输。虎头。任何一刻，我们都没有输。虎头，你不该回来。不，宇浩，你数次舍命相救，我岂能舍你而去？出来吧，龙逍遥。宇浩，前面的战斗为了保护我。你的魂力损耗巨大，快抓紧时间恢复魂力。我有办法能拖住龙逍遥一段时间。现在该我了。黑与红，竟有如此惊人的魂环配置。龙神，光明龙神蝶，龙神附体。这股气息是，这是第一魂技，灵翼铡刀。
优势，但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，这局面恐怕维持不了多久。我要尽快出手。刚才这一击，竟令我的武魂出现恐惧与战栗。我已经100多年没有过这种感觉了。这就怕了？还没完呢！第7魂技，武魂真身，光明龙神蝶。龙神降临。气息，骤然变强了。以龙神附体状态施展武魂真身光明龙神蝶，会自然进化为龙神降临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将龙神对黑暗圣灵的血脉压制释放到最大。龙神之波，灵魂冲击！第7魂技，冰帝真身。
你们两个小家伙确实给了我很多的惊喜，真没想到，现在的年轻人竟然已经能够做到如此程度了。果然是一代新人胜旧人呢。多漂亮的小姑娘啊！200年前，我也曾遇到过一样美貌的姑娘。游戏结束了。你现在可以选择，我这匕首之中蕴含着黑暗元素之毒。就算是你的极致之冰也克制不了。当然，他的是光明之体，就更扛不住了。是刺自己一刀，还是我刺他一刀？一共有9次机会，每一次都必须刺在躯干位置。我数一个数，你刺一刀。你犹豫的话，我就让他帮你分担一刀，9刀之后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你堂堂极限斗罗，竟然拿一个女孩子来威胁我！给你1分钟考虑时间，然后我们这个新的游戏就开始吧。奉劝你不要动什么歪脑筋。老夫是99级极限斗罗，任何细微的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比如你想要杀我的眼神。补充一条规则：你捅下去的每一刀，都必须有2个洞才行，也就是要扎穿自己。说话算话。太疼的话，可以让他承受。下一刀，让给我。无头，我有件事情想要拜托你，可以吗？无头，当年我刚刚进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，才11岁。那时候，我有一位室友，一位有洁癖但却有点懒惰的室友。他有着英俊的相貌，强大的实力。他的名字叫做王东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奏无名之辈。我叫王东。不要停！虽然一开始闹了点别扭，但我们很快成了朋友，一起参加了6年前的
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，并且一起赢得了冠军。后来，我作为交换生去了日月帝国。等你回史莱克学院，说不定就能见到我姐姐了。我走了。那咱俩就在这里。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不是有皇家？等我迫不及待地重回学院的时候，我却找不到他了。但就在当夜，那个名为海神园的夜晚，他回来了。他告诉我，他的真名叫做王冬儿。六。从此，我的世界被他填满。宇浩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宇浩，停下！最后3道留给我。我们不是说好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一起面对的吗？我与冬儿相识相恋，早已约定共赴余生。但命运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开起玩笑。不是。乾坤问乾坤，我失去了他，是我一直将你当成是失去了记忆的他。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武魂融合，来确认你就是他。可是我失败了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你不是他。梧桐，如果未来你见到一个和你相貌一样的女孩子，或许她就是冬儿。不要告诉她今天的事，就让她忘掉我，快乐的活下去。我将会用生命来守护你，生生世世。九刀已成。立储。群臣上表，要朕趁着春秋鼎盛，早立皇储。陛下，您的身体。朕的秘密，只有你知道，也同样，只有你能替朕分忧。这里是朕的遗传基因，橘子，你要用它为朕诞下龙嗣。橘子，敢不辱命？傻丫头，不要想得太多。
朕说过，你生下的孩子就是朕的孩子，也只有朕才有资格做他的父亲。这段时间，你留在宫里专心备孕，前线的事务先交由临海将军暂时接管。是，陛下。梧桐，这是哪里？龙逍遥呢？我自伤9道18洞，怎么现在一点痛感都没有了？伤口不见了，这是……我魂力如惊涛骇浪一般，比以前还要强悍，而且我的魂力直接冲到了80级瓶颈。雨浩，你醒了！你终于醒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竟然足足昏迷了7天之久。7天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你干什么？知道疼就不是做梦了。秋秋，雨浩才刚恢复，你别闹了。哎，你快说说，你怎么去天斗城了？唐武桐怎么一下子就找到你了？你不是说他不是王敦儿吗？武桐，是他送我回来的吗？他还好吗？他回来后看你身体无恙就走了，什么都没说。看来是龙逍遥放我们回来的。可是他逼迫我自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喂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去找大师兄。于浩，你醒了，快坐下说。你安然无恙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没事了。你真是屡教不改。任务只是潜入龙城获取稀有金属，你怎么跑天斗城去了？大师兄，你可别生气，我这也是有原因的。原因？我在龙城和极北之地2次狙击日月帝国的先遣部队，想要原路返回是不可能了，只能绕道。而天斗城是战略要地，我也是想顺道打探一下情报。情报？什么情报？小雅老师的情报。小雅？唐门旧址就在天斗城，小雅老师也是天斗城出身。我进入天斗皇宫探查，虽然没有找到小雅老师本人，却抓到了一个舌头。舌头？快问下他知不知道小雅的下落。魔尼。于浩，你……大师兄，你别出声。这里是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谁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知道我是钟离教主派来的人。你是供奉堂的人？
属下楚延伟见过供奉大人。你为什么会晕倒在皇宫旁边？是什么人将你弄晕的？有一个魂圣入侵皇宫，属下追击中被他击中，就失去了意识。废物！圣女现在何处？此事我需亲自向她汇报。蓝衣圣女此刻就在天魂帝国前线。另一位呢？另一位，他不是因心火不稳被教主留在总部了吗？不对，你不是圣教的人。亡灵魔法，控魂之火。说，圣灵教总部在哪里？总部在。不好！这里是贝贝的房间。我们没事。宇浩，巨人给下属灵魂下了诅咒，一旦说出禁词，就会自爆。不过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。萧雅老师在天魂帝国前线，小桃姐在圣灵教总部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去救人。事关重大，我们去请示一下海参哥。什么？唐雅的消息？我们探查到小雅在天魂帝国前线，打算组织人手去救她回来。不知道学院方面近期有什么行动？唐门的动作对学院会有什么影响？有什么影响？我们不仅要救出唐雅，老夫还要派出至少2名封号斗罗给你们压阵。就让韵之和少哲一起来吧，他们都是超级斗罗。有他们在，成功率能高上不少。玄老英明啊！对了，玄老，那个唐舞桐回来以后怎么样了？他把我救回来，我想去看看他。他闭关修炼了，这丫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救你回来之后，我就觉得他精神有些恍惚，然后他就跟我说要闭关修炼去。谁也不能打扰他。这丫头的天资极好，希望她这次闭关有所收获吧。好了，你们回唐门准备一下，我们尽早出发。是，玄老。天梦哥、冰帝、雪女，我昏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身体这么快痊愈了？龙逍遥呢？我们当时可是紧张极了，随时准备跟他拼个鱼死网破，但没想到。一个至情至性的年轻人，若非这枚龙丹需要你身体没有任何抵抗，且处于绝对虚弱状态才能生效，老夫又何必费心设下此局？龙丹，所谓龙丹，就是龙的内丹。巨龙成年之后会凝聚一种能量体来淬炼灵石，那就是龙丹。龙丹之于龙，就像你们人类魂师的魂核一样，极其珍贵。魂核？这也是你短时间内接连突破，直接达到80级瓶颈的原因。龙丹最大的作用，
就是帮你净化身体，提升血脉、骨骼。你服下之后，身体强度已经跟巨龙无异，哪怕是一直突破到极限斗罗那个层次，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承受不了的问题。那龙逍遥把龙丹中的一部分力量作用在你的身体里，然后更多的则是压缩起来，凝聚在你胸口位置。将来，如果你能修炼到在那里完成混合的话，这龙丹中蕴含的能量就能够对你有巨大的帮助了。比之万载玄冰髓，龙丹的力量更加霸道，对你本体大有好处。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你凝聚第2魂核的时候，应该先选择在胸口完成，先吸收那龙丹的力量。那时候，就连你的精神之海都会变得像巨龙一样稳固。未来如果真的和帝天硬碰硬，也算有些资本了。龙逍遥居然在帮助我，可是为什么？从他说出的只言片语来看，应该是你的老师穆恩的嘱托。老师，说实话，老夫刚才已经被你感动到有些下不去手了。穆恩的嘱托，我却必须完成。溪水，我无法阻止它，也阻止不了它。对抗圣灵教的责任，只能交给你了。作为老师，他真的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。老师，是您拜托的龙逍遥，可是他为什么要和圣灵教走在一起啊？不过现在，你也要考虑把小白接回来的事了。小白还在天斗城，我给忘了。我跟小白之间有心灵感应，这孩子机灵得很。在你们被龙逍遥带走后，他就循着你的气息一路尾随过来了。此刻正在……不够吃，真的不够吃。小白，不好意思，小白，我来晚了。外公，小白，你过来了，我都要饿死了。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？外公对我真好。